殷国公留步。陆侯，有何指教？哦，对了，忘了恭喜陆侯了，检举汪远立下奇功一件。但是老夫万万没有想到，陆侯和汪远还有这层关系。失敬啊！此事我已向官家解释过了，走私之事是汪远想拉我入伙，为得他的信任，我假意合谋，为的就是将参与走私的官员尽数查明。况且我已将汪远的走私盈利尽数上交国库，难道国公爷还不信任我吗？事已至此，我信不信任重要吗？啊？看来国公爷对我还是有些误会，所以方才官家赐婚于我，才会阻拦。我不明白，名门贵女那么多，为什么陆侯偏偏看上我家怡宁啊？因为我真心喜欢怡宁，我想娶她，真心对她好。可惜啊，我家怡宁和罗少卿早有婚约，难成陆侯的美意了。你可知欺君之罪可是灭九族啊！国公爷，婚约之事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他们的婚事就定在下个月。国公爷，你什么时候跟怡宁有婚约了？他当初寄养在罗府，我祖母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了。当时还小，不便提及此事，如今长大了，自然就可以说了。那番话原来是你教殷国公说的呀！你竟为了一己之私，让殷国公冒欺君之罪的风险。若怡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还会嫁你吗？这个话从何说起啊？蒙骗官家的罪名，在下和殷国公可是担不起。若无事，先告辞了。怡宁，父亲，官家一早召您入宫，可是有什么急事？官家赐婚于你了。赐婚？官家为何要赐婚于我？把我赐给谁了？里面说。姨娘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但从来没有问过，你要对我说实话。你跟这陆家学没有什么交集，他为什么总是在纠缠你呀？我和他其实是在别院的时候就认识，那时候我以为是两情相悦，其实是错付了。那你还喜欢他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是这样，今天这陆家学以检举有功为名，想让官家赐婚求娶你。我呢，在朝中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官家就询问我的意思，我就对官家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你和罗慎远早就有了婚约了。父亲，太好了。可是，那岂不是欺君？是啊，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陆家学，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。那官家可相信了？信了，还好我急中生智。我跟官家说，你寄养在罗家的时候，罗老太太在你们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，因为你们还小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可是，便宜罗慎远那小子了，
我还想再考验他几天呢。三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等你啊。你是因为今日赐婚之事，所以在这等我吧？今日父亲说我们早就有婚约，这话是你教他的吧？国公爷说的那番话确实是我教的。我想先将定贴封上，待到我考验通过之时，我再正式上门求娶怡宁。可是日后若有人提及到我和怡宁的关系，为了她的声誉，还望国公爷考虑晚辈的说辞。你的说辞？什么呀？怡宁当初寄养在罗府的时候，我祖母便许下了我和她的婚事，但她年纪尚小，所以一直未提及此事。你想的倒挺周全啊。和怡宁有关的事情，想多一些还是好的。但是我可不是为了让他欺骗官家，而是为了让你日后免遭人非议。那你可曾想过，若是官家给我父亲一个欺君之罪，该如何？祖母那边我都禀告过了，家里面也都交代好了，不会有人透露的。即使是陆家学告到了官家那儿，也治不了国公爷的罪。这下放心了吧？嗯。父亲。你。申远啊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。你说这陆家学检举汪远一事，他漏洞百出，为什么官家就能被他所骗呢？我想官家也并未全然相信陆家学，只不过汪远一事牵涉官员甚广，整个朝野动荡，陆家学此时检举汪远，并将所得上交国库，于官家而言，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摸清了官家的想法，才敢贸然走这步棋呀。他应该是无棋可走了。这一步虽说是暂时保全住了自己，可是也加深了官家对他的怀疑。罗申元，你要感谢这个案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你能那么快娶到怡宁？哼，别说1个月，1年都难呐。国公爷所言极是，申远今后定会多替怡宁考虑。申远今日再次登门，向国公爷正式求娶怡宁。有必要吗？现在外面全知道你和怡宁有了婚约，早晚她都会嫁你，何必这么急呢？规矩不能废。上次国公爷尚未应允，今日恳请国公爷准许。好啊，还是懂得礼数的。那明天让你父母来登门求亲吧。申远在此，谢过国公。费尽心机，到头来竟为他做了嫁衣。此事已成定局了，咱们还是放下吧。你说定局？当年我军功被夺，险些被陷害致残，若我是认命的人，早已不知埋骨何处，哪会有如今的安北侯府啊！今时今日的我，早已不是当年的陆家学，更不会认命。可现在很难再有转圜余地，我们
代表不可能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得到的每一样东西，何曾如有？1个月之后，罗慎远就会去夷宁过门。我绝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把首饰都放在箱子里，小心别磕了碰了。你们都警醒一点，不能出一点差错，知道吗？大娘子，您就歇息会儿吧，您这都忙活一上午了。我不累。慎远和宜宁的婚礼定在下个月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不能亏待了我们宜宁。是。哎呦，母亲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免礼，忙着吧。您看看。哎呀，海茹啊，你这是要把家底儿都搬出来啊？慎远娶了宜宁，宜宁又叫了我那么多年母亲，我这几日高兴的都睡不着觉。我们可得给宜宁多准备点聘礼。是啊，老夫人知道宜宁姑娘要回来，也是欢喜的不得了。自从姑娘去了国公府啊，老夫人也是日思夜想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姑娘回来之后，又能日日在罗府常伴老夫人膝下了呢。海茹啊，你说你刚把宜秀的婚礼办好，现在又要准备慎远和宜宁的婚礼，辛苦你了。母亲，我不辛苦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这些，没了。这是比照着徐国公府嫡女的价单备下的，光是衣服和首饰就5车。我问你，徐国公府他家有几个嫡女啊？啊，7个。宜宁可是我英国公府唯一的嫡女。我告诉你啊，按照这个嫁妆，再给我添1倍。还有，东郊那几处庄子，一并给他。论常理，要等罗家的聘礼送上门，按照聘礼账单筹备嫁妆，是不是再等等？什么常理？我魏家不讲究这些俗礼，不管他聘礼有多少，嫁妆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听国公爷的，嫁妆多准备一点，老夫人也没什么。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哦，是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儿还有2套翡翠黄金头面，都是宫里赏的，给咱们宜宁添上。那我替宜宁谢谢您了。我那边也给宜宁姐姐准备了些，回头都一并添进去。明珠，这次黄承思以刀剑相威胁，你和宜宁姐妹齐心，护住了我们的宅院。你放心，等你出嫁的时候，这嫁妆只多不少。多谢父亲，但是呢，我不嫁，我呢要一直陪着祖母。哎呦呦呦呦，好，好。说，看什么呢？公子，这是英国公给宜宁姑娘的嫁妆，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听说英国公把京城最好的首饰都买回来了，另外还有宅子、田庄、银票，加起来估计得有这个数。以英国公对宜宁的喜爱，不奇怪。公子，你知不知道，一般来说，聘礼得是嫁妆的双倍啊？知道啊。拿着那头，往后拉。公子，这不会是你全部的身家吧？这是我准备的，母亲那边的还没有加进去。少安，够了吧？够了，这些肯定够了，公子。唉，这1年的时间，本钱就已经收回来了，用不了多久都可以开分店了。恭喜姑娘。只是这开分店的事情，肯定要和六姐姐、六舅舅商量一下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听说是已经在路上了，一定会在您跟3公子大婚之前赶到的。你当真要嫁给他？
怎么又来了？无论你是否承认，我才是你应嫁之人，而如今你要嫁给别人了。我与你并无婚约，何来他人之说？你欢天喜地的准备嫁给他，却不知道被他算计了吧？我只知道陆侯不顾我的意愿，去让官家赐婚。若不是因为我三哥解围，说不定现在我早已掉入万丈深渊，像以前一样。罗申远知道我要找官家赐婚，他才哄骗你爹，在官家面前胡说八道。难道你就不怕英国公落得个欺君之罪吗？陆侯此次来，是来威胁我的。依宁，你放心，只要是对你不利的事情，我陆家学绝不会做。既然陆侯别无他事，我继续去算账了。我知道，你是因为莫须有的婚约，才要嫁给罗申远的，是不是？无论有没有婚约，我都会嫁给他。你不要嫁给他，依宁，我爱你比任何人都爱得早，爱得深，爱得久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会好好对你。陆家学，你根本不懂如何去爱一个人。当初在别院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想要加官进爵，我才会被逼到坠崖。现在如你愿了，你却想要回到以前。你这样做只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当真是喜欢他？是。你确定不是兄妹之情，是男女之情？我确定，往后余生，我只会爱他一个人。好，很好。但是我不管你爱的是谁，你要嫁给谁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任何人跟我作对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侯爷，官家居然要将您调配到边疆驻守3年。猜到了。之前我在官家面前检举汪远，官家表面信任我，实则早就对我起了疑心。舅舅，听闻舅舅要去边疆，程郎特来相送。如今我失了皇城司的调配权，又被官家调去边疆，人人都知道我陆家学逝世了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怎么，你还敢来送我？程郎如今的身份和地位，都是舅舅给的，程郎永不会忘。你有这份孝心已经够了。打今日起，就不要再来侯府，往后也不要跟我有任何的来往，以免牵连。以后你少让家里操心。是。舅舅，您是打算……我有何打算，你就不必知道了。快回去。程郎告退。侯爷，官家要求我们3日之内出发，时间上，3日，足够了。王相安好啊，陆侯安好，恭贺陆侯荣升啊！
明升暗贬，看来官家已经对你不再信任。汪相人在狱中，消息倒是灵通。哎呀，老夫虽已落难，但还不至于耳聋眼瞎。陆某这次来，是想做笔交易。完了，当初你迟迟不肯出手，我现在已身陷死境，还谈什么交易？当初你背叛宋家，是你一意攀附，让我助你上位。如今你却反咬一口，还妄想全身而退不成？是您苦苦相逼，陆某才不得已向官家坦白一切，谋得一线生机。你我算两清了。陆家学，你就等着吧。我死之日，就是那份约书大白于天下之时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不到最后一刻，王相何不耐心听一听陆某给您的条件？老师，汪远被定罪了，他的党羽们也纷纷的交代。如今铁证如山，当年就是他们嫁祸的您。官家已经为您洗清了冤屈，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来看你们了。夏师兄、沈师兄，我们大家都很好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只有大师兄，怪我没能护好他。大师兄，你素来爱好饮，今天我特意给你带了大碗。来生，我们还要做兄弟。不过我来当这个大师兄，你什么都要听我的。小师弟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是啊，小师弟。师父常说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。世间万物终归于途。如今我们要好好活着，要活出个名堂，也算不负故去的人。英灵在上，40祭拜，
福为上相。